明明自己的店里进了小偷，可他却装作没看见，而是继续热情地接待眼前的美女顾客。当美女顾客成功购买了他的商品后，他还会慷慨地赠送对方一份额外的礼品。他之所以如此大方，是因为店铺即将倒闭，他想在店铺关门前尽量将商品售出。然而他却浑然不知，今天接待的这位美女顾客其实是风靡全球的超级巨星。本以为命运的转机会来得稍晚一些，可上帝的手指却迫不及待地拨动了缘分的弦，两人在街头的拐角处再次相遇。尼克一看是刚刚那位美女，心中瞬间泛起了层层涟漪。他慌忙表达歉意的同时，还诚恳地邀请她到家中清理污渍。此时的艾拉也认出了他，正是那位好心的书店老板。于是他也巧然放下了戒备，跟随尼克来到了他的家中。而当艾拉换上干净的衣物，缓缓从楼梯走下来时，尼克仿佛被一缕不期而遇的春光所击中，他开始变得语无伦次。Would you like a cup of tea before you go?No. Probably not. Something else cold. 他努力地想要寻找话题，可两人生活的圈子却截然不同。光艾拉的一件衣服就能抵得上他几年的薪资，但尼克那真诚的态度以及真实的交流，却是艾拉所渴望却难以得到的。Yeah, my pleasure. 眼看艾拉即将离去，尼克再也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激动。It was nice to meet you. Nice. 送他离开后，尼克感到有些失落，后悔刚刚没有索要他的联系方式。可正当他这边转身离开时，门铃却突然响起。开门一看是刚刚离开的艾拉，原来是他的书落在了这里。尼克迅速将书递还，而这次艾拉并未慌忙离去，而是与尼克对视了数秒。当两人嘴唇缓缓分离之际，尼克都还沉醉在那份美好之中。可接下来艾拉的话却让他陷入了沉思。Probably best not to tell anyone about this. 艾拉并未做过多解释，只是缓缓转身离去，留下尼克疑惑地站在原地。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次意外的邂逅将彻底改变他的一生。直到晚上，尼克在电视上看到了艾拉的身影，以及街头悬挂着艾拉的海报，他这才意识到自己邂逅了一个大明星。但他此时却高兴不起来，毕竟他与艾拉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而那日唇齿间的温柔触碰，最终也只能化作心底的秘密。然而命运的笔触总是充满了戏谑，一通电话扰乱了尼克的平静生活。电话那头是艾拉的声音，他邀请尼克于当天下午到他工作的酒店碰面。他根本不敢相信，大明星居然会主动约自己。于是这天午后，尼克手捧鲜花，如约前往了那家酒店。但令尼克感到困惑的是，他的身后总跟着一个神秘人，甚至一路尾随自己来到艾拉的房间。而当尼克进门看见满屋的记者时，他才如梦初醒。原来这并非一场私密的约会，而是艾拉新电影的记者采访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尼克也被误认为是前来采访的杂志记者。当被工作人员问及所代表的杂志社时，他顿时哑口无言。慌乱之中，他的目光落在了旁边的一本杂志上。Austin Howe. Name's William Thacker. Actually, she might be expecting me. Oh, okay. Take a seat and I'll go check. 在等待的过程中，那位帅哥对尼克手中的花产生了不解。他好奇地询问这束花是送给谁的。为了避免给艾拉带来麻烦，他声称待会要去附近的医院，而这花是送给住院的祖母的。然而我们都知道，一旦撒了一个谎，就需要用无数个谎来圆这个谎。很快轮到了尼克的采访环节，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他踏入了艾拉的卧室，也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艾拉。他把手中的鲜花递给了她。然而两人之间并没有太多的私密空间，因为艾拉的经纪人始终在一旁守候。为了不暴露两人的关系，尼克只能以记者的身份向艾拉提出正式的问题。看到两人的交流并无异常，经纪人最终选择离开。尼克抓住了这个机会，试探性地问艾拉晚上是否有空闲时间。可令他没想到的是，艾拉这次叫他来，仅仅是为了向他表达歉意。Apologize for the kissing thing. I seriously don't know what came over me. I just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you were fine about it. 尼克心中燃起的热情，仿佛被一盆冷水瞬间浇灭。而此刻他也才清醒过来，自己居然幻想与大明星谈恋爱。看到尼克失落的表情，艾拉正准备解释。Time's up, I'm afraid. You get what you wanted. Nearly. 就这样，两人做了告别。可门口的帅哥却发现了端倪。You take your grandmother's flower. Oh yeah. Yeah. 就在尼克准备转身离去时，工作人员再次找到了他，恳请他对所有参演的演员进行采访。尼克虽感无奈，却也不得不硬着头皮接受这项任务。经过一连串的采访后，尼克疲惫地走了出来。可工作人员却不嫌事多地再次找到他。You got a minute? No. 他的嘴比嘴哥还犟，但实际行动却很老实。这次工作人员并非找事，而是将他带到了艾拉的房间。尼克也瞬间来了劲。Hi. Yeah. So the thing I was doing tonight, I'm not doing anymore. I told him I had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Britain's premier equestrian journalist. 眼看已经约到了这位大明星，可尼克这个家伙居然搞忘了今天要给妹妹过生。但好在艾拉人美心善，主动提出与尼克一起为妹妹庆生。就这样，尼克带着艾拉间接地见了家长。可刚踏入家门，尼克的哥哥便有意刁难艾拉。Anna, what do you do? I'm an actress. Oh, splendid. What do you do? Oh, I'm actually in the stock market. I always imagined it's a pretty tough job, though, acting. I mean, the wages are a scandal, aren't they? They can be. What do you get paid?
$15 million. 哥哥瞬间哑口无言，因为他不敢相信自己一直看不起的弟弟，竟然带了一个大明星回家。艾拉对此类场面早已司空见惯，所以并未放在心上，只是在与尼克家人相处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馨感。餐桌上，家人们谈起了尼克那段因失业挫折而破裂的婚姻，周围的气氛也瞬间尴尬起来。看着尼克不自在的样子，艾拉便主动分享起自己的经历。他坦言，自己的演艺事业并非一帆风顺，在19岁之前，他的生活相当艰难，甚至曾一度连饭都吃不起。为了彻底改变命运，他勇敢地接受了2次手术。手术后，他的事业终于迎来了巅峰。但岁月毕竟是每个女人的天敌，他现在只能演一些悲伤的中年妇女角色。艾拉还透露，她曾有过几段不理想的恋情，其中一个男友甚至对她实施过家暴。听到这里，在场的每个人都陷入了沉默。他们没想到，这位光鲜亮丽的大明星背后，也有着如此心酸的往事。晚宴过后，尼克带着艾拉漫步在他小时候嬉戏的地方，回忆似乎将他带入了童年时刻。So daisies. What did you say? Nothing. Yes, you did. Right. So here we go again. Whoa! Wow! What's the deal? 尼克无疑是个标准的软男子，这让艾拉都有些看不下去了，于是连忙让尼克站一边去。 I don't think that's a good idea. Really, it's quite tricky. Anna, don't. It's harder than. No, it's not. It's easy. 深受自尊心挫折的他，终于激发了内在的潜能，成功翻了进去。在朦胧夜色的催化下，两人的情愫迅速升温。艾拉再次深情地吻向尼克。如果说第一次的吻是冲动，那么这一次无疑是情感的深刻流露。两人就这样彻底坠入了爱河。他们一起看电影，一起享受浪漫的晚餐，还一起漫步在夜晚的伦敦街头。这段时间的陪伴，让艾拉卸下了作为明星的重重包袱，回归了最本真的自我。然而某次晚餐时，尼克突然听到邻桌在议论艾拉，甚至有人肆无忌惮地吹嘘自己与艾拉有过关系。尼克实在忍无可忍。 And I just think, the person you're talking about is a real person, and I think she probably deserves a little bit more consideration rather than having jerks like you drooling over her. 他一番文雅的言辞，引得众人哄堂大笑。艾拉立刻察觉到了情况，迅速带着尼克准备离开。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突然又折返了回来。Hi. Oh my god. 他的出现让那些议论的人立刻噤声。之后，尼克送艾拉回到了酒店楼下。Do you want to come up? Well, there seem to be lots of reasons why I shouldn't, so. There are lots of reasons. Do you want to come up? Give me 5 minutes. 在确认自己嘴里是草莓味后，尼克迅速上楼。但当他敲响房门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一个男人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尼克的心瞬间像被封刺了一样痛。但为了不让艾拉难做，尼克赶紧谎称自己是客房服务。出乎意料的是，男人竟随口吩咐他将房间内的垃圾带走，随后又旁若无人的和艾拉亲密的抱在一起。尼克的心脏如刀割般剧痛。最终，他离开了那个令人心碎的地方。他像丢了魂似的在街头游荡，背影显得如此孤寂，令人心生同情。而也在这晚之后，尼克将自己的整颗心封存了起来，独自一人舔舐着伤口。家人们十分担心他的状态，开始张罗着为他寻觅新的伴侣。但尼克深知自己此刻的心情还无法投入到新的恋情中。与此同时，关于艾拉的绯闻在坊间传得沸沸扬扬，他与那名男子的恋情也被媒体揭露。但尼克对此只是淡然一笑，因为他已决心展开新的生活。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艾拉又一次出现在尼克面前。他向尼克透露，媒体不仅曝光了他的恋情，还挖出了他早年的性感照片。现在大批记者对他围追堵截，无处可逃的他只能来寻求尼克的庇护。看着艾拉泪眼婆娑的样子，尼克不禁心生怜悯，于是决定为他提供庇护所。当艾拉的情绪逐渐平复后，他向尼克表达了诚挚的歉意，并解释说他和前男友之间早已没有了感情，原本打算找个适当的时机分手，怎料男友那晚刚好找到了他，以至于伤害到了尼克。如今他和前男友已经彻底分手。得知这一切后，尼克的心情稍微得到了一丝宽慰。然而不巧的是，他们的对话被尼克的室友无意间听到。随后的日子里，尼克主动协助艾拉对台词，两人并肩坐在沙发上，尽享阅读的时光。在这过程中，他们不时地偷偷瞥向对方，彼此间的情感在潜移默化中加深，最终共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但美好的时刻总是如昙花一现。清晨，当尼克打开门时，一群记者如潮水般涌来，尼克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艾拉恰巧走了过来，尼克想要提醒他，但为时已晚。Oh my God. And they got a picture of you dressed like that. Yes. I'm dressed like this, yeah. 尼克对此并不太在意，然而艾拉却显得惊慌失措。在匆忙给助理打完电话后，艾拉才惊愕地发现，泄露他行踪的竟然是尼克的室友。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Oh, I do. Your furry friend thought he'd make a buck or two telling the papers where I was. It's not true. Really? The entire British press got up this morning and thought, I know where Anna Scott is. She's in that house with a blue door in Notting Hill. And then you go out in your goddamn underwear to protect myself against more crappy gossip, and now I've just landed in it all over again. I mean, for God's sake, I've got a boyfriend. Let's stay calm. No, you can stay calm. Right. 在情绪失控之下，艾拉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但尼克并未放在心上，只是认为他的反应有点过于激烈，建议他对此一笑置之。但尼克未能深刻理解，他们两人所处的环境截然不同。艾拉无法像他那样洒脱，因为自己的每一个言行都会被公众关注，任何绯闻都可能被记者深入挖掘并公之于众，因此对于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无法轻易释怀。
Newspapers last forever. I'll regret this forever. Right. I will feel the opposite. If that's okay by you. And, always be glad that you get to stay. But, you're probably right. Yeah, you won't. 我的脸上始终夹带淹没浅浅的无奈。你用唇语说你要离开，心独在，把难过无声般流下来，汹涌潮水，但已经明白。不是浪费，是泪海，转身离开，有话说不出来，还要哽咽上来，只是一场意外。时光飞逝，年华易逝，1年的时间转瞬即逝。此时的尼克已经忘却了一切烦恼，开始了新的生活。可直到这天，哥哥向尼克透露，艾拉目前正在诺丁山进行拍摄工作。尼克有点不敢相信，但哥哥一眼就看出他对艾拉还念念不忘，于是让他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可尼克却陷入了沉思，他不想毁掉艾拉的事业，更不想再一次经历分别的苦涩和痛苦。然而下一秒， Hi. How have you been? Fine, fine. You know, when they change the law, Spike and I will marry immediately. Well, yesterday was our last day of filming, so I have to go away today, but I wondered if I didn't, whether you might let me see you a little, or a lot, maybe. See if you could like me again. 听着艾拉那真挚的话语，尼克内心涌起了强烈的情感，但在短暂的沉思之后，他最终还是回绝了艾拉的告白。他惧怕重蹈覆辙，他的一颗心已然脆弱不堪，再也经不起任何轻微的伤害。而此刻的艾拉才意识到，自己原来给尼克带来了那么多的伤痛。正因如此，他完全能理解尼克的决定，但内心难免还是有些遗憾，因为他真心希望与尼克共度未来。I'm also just a girl, standing in front of a boy, asking to love. 艾拉的双眸泛着点点泪光，尽管尼克很不忍心，但他还是选择了沉默。艾拉感到有些失望，但也只能无奈地转身离开。艾拉走后，尼克心神不宁，为了找寻出路，他召集了全家人。 I was called when I came, what's that? Williams just turned down Anna's scope. You daft prick. 大家已经把能说的话都说了个遍，众人都热切地期待着尼克的表态。 Oh, solid dog, I've made the wrong decision, haven't I? 紧接着，他迅速驱车赶往艾拉的发布会。到达现场时，发布会已接近尾声。 How much longer are you staying in the UK then? No time at all, I leave tonight. 尼克从容地穿过人群，走到最前方。恰巧此时，艾拉抬起头来，尼克趁机冒充记者，举手向他提问。 I was just wondering if, it turned out that this person... Thacker. His name's Thacker. Thanks. Just wondered whether, if Mr. Thacker realized he'd been a daft prick, and got down on his knees and begged you to reconsider whether you would in fact. Yes, I believe I would. Anna, how long are you intending to stay here in Britain? You cut me open Indefinitely.